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家的汉堡。今天要说的是94蜘蛛侠又一新反派变色龙，神盾局首次登场，甚至能看到白伞的尼克弗瑞。这天，在纽约机场内，一队特工包围了一个男人，对方立刻开枪，人群立刻混乱起来。男人按下腰带，变成直升机驾驶员的外貌，将真驾驶员迷晕，抢走了直升机。特工在后面穷追不舍，男人直升机被重创，他一头撞上了大楼，陷入昏迷。彼得见状，冲进直升机，将男人救了出来，又接连救下了好几个差点被误伤的群众。而昏迷中苏醒的男人推开人群，离开现场，同时换上伪装，躲开了人群。彼得匆匆赶回报社，他找到乔纳，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个拍摄的机会。两个常年战争的国家准备签订停战协议了。乔纳是这场会议的主办方，他虽然嘴上不同意彼得的请求，但他还给了彼得上车争取的机会。就在彼得陪着乔纳去试燕尾服的时候，神秘男人伪装成了乔纳，走进了办公室。彼得还在车上夸赞自己的拍摄技术，司机居然将俩人带往小巷。彼得还以为乔纳没给燕尾服的钱，惹店家生气，被寻仇来了。可小汽车摇身一变成了飞船，司机将彼得和乔纳带上了空中堡垒。彼得被关进单独的房间，他顺着通风管道开溜，却发现这里有不少特工，而且基地还漂浮在高空中。彼得差点摔了下去，他顺着管道爬进飞船，就看到了这起事件的绑架头目。彼得和下方的乔纳惊讶地发现，绑架他们的人居然是已经死去的战争英雄尼克弗瑞。乔纳吃惊，弗瑞去世的讣告还是他发的，怎么就死而复生了呢？弗瑞吐槽乔纳把自己的照片拍反了，明明眼罩是戴在左边的才对。现在的弗瑞成立了一个部门，叫神盾局，专门处理特殊事件。叫乔纳来是因为前段时间神盾局追捕的罪犯变色龙逃脱，他拥有一根拍照腰带，可以变成被拍下的任何人。神盾局听说变色龙要破坏停战协议，而乔纳作为主办方最了解手下的人，弗瑞给了乔纳按钮，要求他有情况就拍按钮，特工会立刻行动起来。之后乔纳和彼得被送回地面，乔纳不知道彼得了解真相，还要求他守口如瓶。变色龙拍下了乔纳办公室内资料，顶着乔纳的身份求下属给他送一次安全策划书。这时乔纳和彼得进入办公室，变色龙立刻伪装成罗比，女下属被假乔纳凶了，送来资料的时候态度很差。乔纳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桌上的资料不见了，他立刻意识到刚才的罗比可能是假的。乔纳立刻按下徽章，特工们马上行动起来。变色龙见真罗比出现，立刻躲了起来，可怜的真罗比又挨了顿打。紧接着变色龙变成女下属的模样被发现，逃跑途中有迷烟呛到了彼得。变色龙混进电梯，伪装成彼得的样子，在门口遇见了玛丽简，对方邀约他去看他的话剧表演。这时特工在身后穷追不舍，变色龙立刻稳住了玛丽简，给彼得送了一波助攻。显然玛丽简并不讨厌彼得，甚至满怀期待的等待他明天出现。但真彼得并不知情，他那天晚上去宴会找变色龙了，只有玛丽简心不在焉的看着台下的空位。变色龙破开窗户假扮蜘蛛侠，等特工们出现，他又抛出烟雾弹，趁乱变成了女特工，指着彼得说他才是变色龙。随后他脚底抹油直接开溜，撬了晚会的煤气。等工人上来维修的时候，再次假扮工人混进宴会。因为变色龙的失踪，福瑞让女特工带着协商的人从顶楼撤离，彼得赶紧追了上去，发现福瑞居然抵达了楼顶。这时彼得发现一个细节，福瑞的眼罩居然戴在右边，他立刻明白过来，眼前的福瑞是变色龙，变什么不好，变福瑞。于是彼得一脚将变色龙踹开，特工立刻围住了彼得。关键时刻福瑞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了出来，变色龙意识到自己露馅，立刻驾驶飞机潜逃，却被特工打掉了飞机机翼，飞机螺旋桨着火，他直愣愣地摔进了河道中，失去踪迹。乔纳不知道变色龙为什么会变错细节，彼得吐槽乔纳把福瑞的照片拍错，放在资料室内，阴差阳错间变色龙拍下了这张照片。业务能力被嘲笑的乔纳气得直跺脚。不久后停战协议照常举办，乔纳发现彼得居然也混了进来，他举起相机准备拍摄照片，却被蛛丝撞开了发射攻击的相机。原来这个彼得居然就是失踪的变色龙，两人在会场上大打出手，变色龙的力道可不小，彼得让他锤得两眼发直，最终他抓住机会一拳砸中变色龙的腰带，顿时变色龙能力暴走失效，被赶来的警方逮捕。彼得见事件落幕，还获得了福瑞的感谢，顿时心情大好。哪想到第二天就挨了玛丽简一耳光，他这才知道变色龙用他的身份放了玛丽简的鸽子。自从变色龙被抓之后，彼得过上了一段平静的生活。脚踩两只船的花心小虫在攀爬途中发现自己的蜘蛛能力开始变得若有若无，他甚至抓不稳墙壁了，好在下方还有羽绒垫底，不然这下摔得够呛。另一边金币因为管理不当，让蜘蛛侠一直打击犯罪
集团的其他成员非常不满，尤其是叫希尔维曼的头目之一。不过金并对付蜘蛛侠早有计划。深夜，一只铁甲虫悄悄混进了严防死守的监狱，将装备交给被逮捕的变色龙。阿里斯特让变色龙去救神秘客、蝎子在内的劳改犯6人组，他们被金并派来的直升机一波带走，一落地就看见了蜘蛛侠。蹲大牢的几人愤怒地将乱窜的蜘蛛侠击落在地，却发现这居然只是个机器人。之后金并走了进来，他愿意提供情报和武器，但要求6人给他卖命。章鱼博士和神秘客表示自己有计划，真正的高手从来都是单干，但金并却讽刺他们6个人全进去了，干了个寂寞。金悚和犀牛第一个响应雇主金并，变色龙被救出来，于是也答应合伙。随后神秘客和蝎子果断加入，剩下的章鱼博士非常矜持，毕竟他是个科学家。可是金并给的实在太多了，他居然提供最先进的实验室哎！章鱼博士顿时就向生活低头了。得知6人越狱，彼得开始在街上巡逻，但四周却一片风平浪静。期间彼得能力再次失效，他从高楼跌下，失去能力的他够不着被藏起来的衣服，只能披着床单鬼鬼祟祟的回家。随后彼得大睡1天1夜，得知自己睡了那么久，他立刻冲向了学校。康纳斯博士正在讨论实验室奖学金以及担任他研究助理的事情。彼得来晚了，刚到教授就下课了，先是能力消失，又被教授发现迟到，可怜的小虫真是时运不济。更糟糕的是，他还被竞争对手摩比斯示威，对方明显对哈代感兴趣，但哈代却约了彼得去逛科学展。彼得难得听见了好消息，转头就被弗拉什这个蜘蛛侠迷弟告知，最近有假蜘蛛侠在带领邪恶6人组搞破坏。彼得想都没想就追了出去，果然看见犀牛在街上抢劫钞票运输车，不仅有犀牛，惊悚也在一旁偷袭，还有同款的自己也在。接着蝎子也来了，彼得被逼进了工厂内部，见迎面撞来的地铁，彼得猜出这是神秘客的投影，却没料到对方还藏了迷药，彼得顿时无路可退。这时章鱼博士破门而入，他一把抢走了彼得。对于如何处置蜘蛛侠，6人产生了分歧，一下开始内斗了起来。好在金并及时叫停。这时彼得试图爬墙离开，却发现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蜘蛛能力居然又消失了。无奈彼得只有借助章鱼博士的触手将自己荡了出去，却被惊悚一击打穿地面，落在地铁上被带走。蝎子追上地铁，却发现彼得不见了。彼得已经换好衣服，混进了地铁乘客中。离开地铁，彼得找到康纳斯教授，拜托对方帮忙调查他的能力问题。教授有些疑惑地问彼得的能力从何而来，彼得回答他充话费送的，但事实上他是被激光辐射的蜘蛛咬了一口才开始产生变异。康纳斯教授告诉彼得，他的变异已经扩散到全身，估计永远不会出现再逆转了，这也代表彼得的能力大概要消失了。随后彼得乘车回家，他此刻只是一个普通人了。也是这个时候，彼得终于想起他把哈代给忘了，哈代联系不上他，干脆和帮忙拦住劫匪的摩比斯约会去了。6人队伍分散去寻找蜘蛛侠的踪迹，蝎子打算去找蜘蛛侠御用摄影师彼得问行踪。章鱼博士一听，仗着武力值高，直接抢了这个机会，于是梅姨被章鱼博士找上了门。对方声称彼得昏迷在医院治疗，将梅姨骗走当做人质。彼得回到家中就发现梅姨不见了，桌上只剩下一张纸条，他的能力还没有恢复，只能飞快换上战衣冲了出去。惊悚看见监控忍不住吐槽，这还是第一次看见蜘蛛侠在地面上跑呢。随后彼得跟着地址来到医院，却在半路掉进了陷阱。神秘客假扮的梅姨不断刺激彼得，之后6人将失去能力的彼得团团围住。蜘蛛侠威。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妮妮家的汉堡，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